你觉得一个国家的命运能不能用一张选票来决定？2016年6月23号，英国人用一场全民公投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这一天，脱欧阵营以 51.9% 对留欧阵营 48.1% 的微弱得票优势胜出，英国人民选择离开欧盟。结果一出来，支持脱欧的人瞬间欢呼雀跃，觉得大英帝国终于要摆脱欧盟的束缚，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反对脱欧的人则痛心疾首，觉得这群人是疯了，是在亲手葬送英国的未来。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脱欧后的英国到底是变得更好还是更拉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国人当初为什么要脱欧。很多人可能觉得脱欧是一群老年人和乡下人的任性选择，但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脱欧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那就是英国的普通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差了。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表面上是复苏了， GDP 在涨，股市在涨，伦敦的房价更是涨得跟坐了火箭似的，数据很漂亮，政客们也天天在电视上吹嘘经济有多繁荣。但问题在于，这些漂亮的数字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1毛钱关系都没有。从2008年到2016年，整整8年时间，英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就没怎么涨过。更要命的是，如果你把通货膨胀算进去之后，会发现很多人的购买力不仅没增加，反而还下降了。也就是说，比如以前10英镑能买的东西，现在却只能买到80英镑的量。GDP 在涨，可英国民众的钱包却在缩水，这算哪门子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大量的东欧移民涌入英国。欧盟有一个核心原则叫做人员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到其他成员国工作和生活。这个政策在2004年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兰人来了，罗马尼亚人来了，保加利亚人也来了。这些东欧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愿意干更累的活。对雇主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人力成本大幅下降。但对英国本土的工人来说，这就是赤裸裸的竞争。因为在这帮雇主眼里，你一个英国水管工1小时要收50英镑，人家波兰水管工1小时只要20英镑，活干得还比你好。你说雇主会选谁？这种情况在建筑业、农业服务业普遍存在。于是，英国底层工人的就业机会被挤压，工资被压低，但他们的房租物价却在不断上涨。其中，伦敦的房价涨得最凶，很多土生土长的伦敦人被迫搬到郊区，把市中心让给了有钱的外国人和金融精英。这种愤怒在2016年彻底爆发了。脱欧派给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承诺，离开欧盟，我们就能控制自己的边境，就能阻止移民涌入，就能把给欧盟缴纳的成员费拿回来，用在英国自己的国民保健服务。他们还把这个响亮的口号印在了一辆红色巴士上，与其每周给欧盟 3.5 亿英镑，不如把这笔钱投到 NHS 上。这个口号简单粗暴，却打动了无数英国人。虽然后来被证实这个数字是夸大的，但在投票的时候谁在乎呢？人们只记住了一件事，脱欧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好，能让英国再次伟大。2020年1月31号晚上11点，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在伦敦议会广场，脱欧派的支持者们齐声倒计时，欢呼庆祝，彻夜狂欢。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由与民主的胜利，一个光荣的新英国仿佛明天就会到来。但现实真的会如此吗？脱欧之后，英国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劳动力的流失。脱欧之后，欧盟公民便不能再自由进入英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了。英国政府也推出了新的移民积分制度，要求来英国工作的人必须满足一定的学历、工资和技能要求。这个政策的本意是吸引高技能人才，限制低技能移民。但问题是，英国经济的很多领域恰恰依赖这些所谓的低技能工人。超市需要仓库工人，农场需要采摘工人，养老院需要护工，餐馆需要服务员，物流需要货车司机。这些工作很多英国本土人不愿意干，或者说他们干这些活的要价太高。以前有东欧人来填补这些空缺，可现在东欧人进不来了，这些岗位就开始大面积空缺。2021年，英国爆发了一场货车司机危机。由于大量东欧货车司机回国，英国突然发现自己缺少10万名货车司机，而这直接导致生活物资、成品汽油以及天然气等燃料供应出现严重不足，甚至加油站都一度没油了。你没看错，英国的加油站在2021年秋天出现了大面积的断供，人们排着长队等加油，有的地方一个加油站外面排了几公里的车，政府不得不紧急出动军队的货车司机来运送燃料。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看了一个笑话，21世纪了，一个发达国家因为缺运油的货车司机，加油站竟然没油了。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2021年圣诞节前，英国超市的货架上空空荡荡，很多商品断货，原因还是一样的，没有足够的工人来运输和上架。英国人第一次深刻体验到了什么叫供应链危机。农业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英国的水果和蔬菜采摘严重依赖东欧的季节性工人，可脱欧后，这些工人就大幅减少，大量的水果蔬菜烂在地里没人摘，很多农场主无奈之下只能让其烂掉，因为根本请不到人来收割。NHS 更是雪上加霜，英国的医疗系统本来就人手不足，大量的护士和医生都来自欧盟国家，而脱欧后，这些人或者回国了，或者不愿意来了。
到2023年 NHS 空缺岗位达到了历史新高的 11.2 万个。医院里护士忙得脚不沾地，病人等急诊要等10几个小时，预约看专科要等几个月甚至1年，这就是脱欧派当初承诺的把钱投到 NHS 的结果。钱是投了一些，但人没了，系统反而更难运转了。英国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贸易成本的持续上升。脱欧之前，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是自由流通的，没有关税，也没有海关检查。而脱欧之后，虽然英国和欧盟达成了一个零关税的贸易协议，但增加了大量的边境检查和文书工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本上升，意味着效率下降。以前一辆货车从英国到法国只需要几个小时，现在却要提前准备各种文件，要接受海关检查，有时候要等上1、2天。对于那些做生鲜生意的人来说，这简直是灭顶之灾。苏格兰渔民以前把新鲜的海鲜卖到巴黎的餐馆，几个小时就到了。可现在由于边境延误，等海鲜运到巴黎的时候已经不新鲜了，价格大打折扣。为此，很多英国的中小企业干脆放弃了欧盟市场，因为出口到欧盟的手续太繁琐，成本太高，不值得。根据统计，从2019年到2023年，英国对欧盟的货物出口下降了约 15%， 而这些失去的订单很多都被欧盟内部的竞争对手抢走了。与此同时，从欧盟进口商品的成本也上升了，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英国的物价在脱欧后开始上涨，食品价格涨得尤其厉害。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英国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超过 19%， 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当然，有人会说物价上涨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造成的，这话不假。但英国的物价涨幅明显高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这多出来的部分相当程度上就是脱欧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是金融业的流失。伦敦曾经是无可争议的欧洲金融中心，全球很多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把欧洲总部设在伦敦，因为从伦敦可以自由地向整个欧盟提供金融服务。然而脱欧之后，这个便利就没有了。欧盟要求，如果你想在欧盟市场提供金融服务，那你必须在欧盟境内有实体存在。于是各大银行纷纷把部分业务从伦敦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巴黎、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根据咨询公司的估计，从脱欧公投到2022年，约有7000个金融岗位从伦敦转移到了欧盟国家，转移的资产规模超过 1.3 万亿英镑。这对于伦敦金融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当然，伦敦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它的地位确实在下降。以股票交易为例，阿姆斯特丹在脱欧后超过伦敦，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股票交易中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四个问题是北爱尔兰边境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复杂到很多英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简单来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它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有一条陆地边界，而爱尔兰共和国是欧盟成员国，北爱尔兰则跟着英国脱欧了。按照正常逻辑，脱欧后英国和欧盟之间应该有边境检查，但问题是，如果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设置硬边境，会违反1998年签署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当年的和平就是建立在没有硬边境的基础上的。那怎么办呢？英国内部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是单方面修改脱欧协议北爱尔兰议定书的部分内容，在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之间设置海关检查，而不是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这意味着北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留在欧盟的单一市场内。这个安排让北爱尔兰的统一派非常不满，他们觉得这相当于在英国内部设置了一道边界，把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隔开了。也正是从2021年开始，北爱尔兰的政治陷入了僵局，主要的统一派政党拒绝参加地方政府的组建，直到2024年才勉强恢复。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它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新的危机。脱欧派曾承诺，离开欧盟之后，英国会迎来一个全球英国的新时代。英国将摆脱欧洲的束缚，和全世界做生意，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如今5年过去了，这个愿景实现了吗？答案是没有。英国的贸易在萎缩，经济在放缓，影响力在下降。那个曾经让全世界敬畏的大英帝国，如今恐怕连自己的货架都填不满。主权是拿回来了，但发现主权本身并不能当饭吃。边境是控制住了，但发现还是需要大量移民，而且来的移民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但这也不意味着脱欧就是英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于脱欧，那就太简单了。像生产力停滞、基础设施老化、地区发展不均衡、阶层固化这些问题，其实早在脱欧之前就存在了。只是脱欧让这些问题更加暴露，也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好，让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脱欧其实是英国这个国家身份认同危机的一次爆发。英国在20世纪经历了从全球帝国到普通岛国的衰落过程。二战之前，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统治着全球1/4的人口。但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国已经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中等强国。
这种落差对英国的集体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很多英国人，特别是老一代，从心理上无法接受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中心这个事实。他们怀念过去的荣光，怀念大英帝国的辉煌，他们也相信英国可以重新伟大，可以不依赖欧洲大陆而独立繁荣。而脱欧派正是利用了这种怀旧情绪，他们的口号让英国再次伟大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模一样，这种民族主义的煽动在很多国家都很有市场，因为它给人一种虚幻的希望，让人觉得只要做了某件事，过去的荣光就能回来。但问题在于，历史不会倒流，英国不可能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也不可能重建大英帝国。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和中国是超级大国，欧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印度在崛起，东南亚在发展。英国作为一个只有6000多万人口的岛国，究竟能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才是英国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但脱欧不仅没有帮助英国找到答案，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梦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越来越互相依存的今天，一个国家想要光荣独立是很难的。英国不是美国，不是中国，它没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的优势在于金融服务业，在于和世界的连接，而脱欧恰恰切断了它和欧洲大陆最紧密的连接。如今英国还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但目前来看，它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定位，甚至还在越混越拉胯，在下坡路上狂踩油门。脱欧5年，英国得到的或许只有对玩政治给玩脱了的深刻体验。假如蒙古国宣布加入北约，它的下场会跟乌克兰一样吗？关于这个问题，就事论事。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恐怕它的下场会比乌克兰更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蒙古国是一个标准的小国，这里的小是根据各种维度的评判后做出的综合结论。毕竟，单看国土面积，有 156.65 万平方公里的蒙古国并不小，约等于我国国土面积的1/6，是世界第2大内陆国。那为什么将其称为小国呢？因为外蒙古已失去了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可能。联合国贸易署的统计部门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进行过同标准化的精算和统计，以此为依据列出了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而蒙古国就赫然位列其中。2021年，蒙古国的全年 GDP 仅为151亿美元，还没有我国内蒙古一个地级市的水平高，因此蒙古国被外界群嘲，说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穷也成了蒙古国的心病。虽然穷，但蒙古国的资源贮藏量并不贫瘠，相反还很可观。蒙古国有很多矿产资源，种类众多，还量大。比如常见常用的煤炭资源，探明总储量达1600亿吨，虽然无法跟我国相比，但是放眼亚洲也是位居前列。此外，还生产金银矿石、铜矿石、铁矿石等矿产，其中铁石矿探明总储量有20亿吨。是整个亚洲，还有磷矿、原油和稀有金属资源，总量不菲，可谓得天独厚。但是由于技术受限，设备落后，再加上矿产企业生产、贮存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因此蒙古国的矿产开发能力并不高，产能很低。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国空守金山而不富。再者，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身居内陆，没有海岸线，自然也就没有出海口岸。而现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壮大自身或者提升国际地位，对外沟通交流与国际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连对外口岸都没有的国家，蒙古国很难跟外国建立外贸关系，更别说走出去了。自身地理环境的局限性似乎注定了蒙古国只能安心当一个偏安一隅的内陆国家。事实上，在立国之后的这些年以来，蒙古国秉承的外交方针就是偏安一隅，交好有邻。而作为蒙古国周边唯二的2个邻国，我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国无法回避的外交对象。毕竟蒙古国无论是建立出境公路还是建立国际航班，都要从中俄2国的领土领空经过，不打好关系是不行的。但蒙古国却不甘于此，试图摆脱对中俄2国的依赖，舍近求远，寻求新的大腿。而被蒙古国挑中的这根新的大腿，就是与蒙古国远隔重洋加万水千山的美国。那么美国这根大腿好抱吗？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随之结束，美国成为了冷战的事实胜利者，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苏联掌控的蒙古国产生了向西方靠拢的想法。这种突破地域限制的外交理念被蒙古国称为第三邻国外交战略。简单来讲，蒙古国想在中俄2国以外的第三邻国广结善缘，联合制衡，利用地盟来强化外交关系，确保用1+1大于2的力量来增强本国的政治力量，从而在国际交往上增加筹码。
在此理念的基础上，蒙古国开始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力求与其建立非接触的域外邻国关系。近年来，外界甚至传闻蒙古可能寻求加入北约，引起了周边国家不小的担忧。其实，蒙古国最初想要寻找的第三邻国并不包括是西欧国家和欧盟，但是我们前面也讲了，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很尴尬，不仅远离欧洲，还被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所包夹，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很难跟欧洲产生联系。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意蒙古国加入欧盟或者联系欧洲，那么蒙古国就连递交书面申请或者出使访问都做不到。因为中俄两国一句边境封锁、领空禁入，蒙古国就得面临飞机飞不出去、汽车开不出去的窘困境地，所以欧盟对蒙古国的申请并不感冒。更何况这一时期的蒙古国除了很差的区位条件以外，经济上处于欠发达程度，资源也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完全没有任何吸引欧洲的优点。发觉入欧无望的蒙古国这才转而把目标转向了美国和北约，不仅其国内媒体向美国示好，政府还与美国积极对话，从各种角度表达了自己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的意愿。那美国什么态度呢？很乐意充当蒙古的第三邻国。不管是美国还是北约，对于盟友的考量并不是单单只看是否忠心，不是一腔热忱表忠心就欣然接受的，是要看作为盟友是否具备价值。而蒙古国虽然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军队实力勉强自保，但在地缘博弈中却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与蒙古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以牵制中俄，还能把美国在东亚和中亚的战略布局连成一片，打造完整的对华包围圈，美国自然愿意。至于若蒙古国要加入北约，其下场与乌克兰相比如何这个问题，我想中俄两国都会教他做人。假如蒙古国宣布加入北约，它的下场会跟乌克兰一样吗？现实是，如果蒙古国走了乌克兰的老路，有可能更惨。乌克兰虽然没落，但好歹也曾是苏联的加盟国。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部分军事遗产，军事实力虽然比不得中俄两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中东亚这一块也算劲旅一支。成建制的装甲部队、飞机、火炮，还有老旧的舰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远不是蒙古国军队可以比拟。如果说乌克兰能够抵抗一时半会儿，那么蒙古国可能连半天也抵挡不住。另外，俄罗斯一直将蒙古视为自己的后花园，蒙古国境内又多是平原，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以俄军的机械化作战能力，半天打到乌兰巴托并不是难事。倘若如果蒙古国真的宣布加入北约，那就明面上撕破脸了，我国势必不可能袖手旁观。蒙古国不仅与我国接壤，而且可以说正处于我国的版图中部，更是我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如果北约把手伸进来，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将会非常不利，事关我国的切身利益，我国肯定不会首先就大兵压境，但是调集军队北上，保持一级战备状态，给予军事威慑却是一定的。蒙古国不像乌克兰一样有海上口岸，能够接收西方的军事援助，届时蒙古国将会在后无援助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俄罗斯与我国的两面包夹。试问以蒙古国的弱势，又怎么能够抵抗得了？而且事情到这还没完，自此以后，蒙古国在中俄两国的外交名单中信誉程度就会下降，届时其在国际上的处境将会更加难堪。因此蒙古国还是别在这件事上任性了。中国古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要掌握火候，更要有耐心。其实虽然外界常调侃蒙古国是捧着金山要饭，但以蒙古国的资源丰富程度，靠着资源开发与演练产业，迎来经济发展的腾飞时刻，并非是完全不可预见得到的。历史上，我国靠着与苏联的关系亲厚，得以引进苏联的先进技术，后来通过艰苦卓绝的自主研究，才有了如今的强大中国。而蒙古国现今缺乏的无非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蒙古国可以自己争取与中俄两国的合作来促进自己的发展。毕竟中俄两国都是崇尚平等外交的友好国家，绝不会吝惜于点滴利益而置有邻于不顾。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蒙古国第三邻国的执念是时候放下了。